发生何事了？雨落呢？大少主来者不善，将主人带走了，一切可能与三少主有关。你可识得这是何物？倘若这骸骨不是顾朝夕，为何要将其道出偷偷掩埋？如果顾朝夕已死，扶风阁里那位又是谁？你费尽心思进入顾家，就是为了玄机阁阁主之位？只可惜，玄机阁虽掌控情报命脉，但却始终依附于顾家。且不说顾朝夕的死是否与你有关，倘若有一日父亲知道此事，你认为他会留你？大哥希望我如何？看来弟媳倒是识趣。我本以为要与你多费一番周折。好啊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想要玄机阁可以，但必须归顺于我。助我登上顾家家主之位，否则这玄机阁的主人可以是你，也可以是其他人。哼，你这是何意？三少主不能进，三少主。余洛只是好奇，大哥如今为何那么匆忙，唱这一出鸿门宴？你这是要反悔？如今人赃并获，这骸骨，无论是交给衙门还是父亲，骸骨？莫非大哥觉得这袋中装的是骸骨？我的夫君就在这里，大哥莫不是信了那些流言蜚语，手足不实？今日我也去了云崖寺，见官差发现了这香囊时，便觉得眼熟。后来我才想起，所以，我便让玄清将其倒出，想着晚些将后续处理好，以免衙门怀疑到大哥身上。如此香囊，你竟用木盒掩埋，你当真以为别人不知你是何居心？听闻大哥被家主拒绝后，去找了顾玄武，这些人都是他借给你的。可大哥以为他拒绝帮你处理香囊一事，又怎会平白无故借人手给你，来挟制于我？人并非大哥所杀，大哥又为何如此畏惧衙门的调查？至于我是何居心，寺中发现了尸体，线索指向大哥，我为顾家，自然希望为大哥善后。只是我要调查清楚事情真相如何，也要清楚大哥是否是余洛应当搭救之人。我既能将香囊倒出，也必会将此事查得水落石出。只是权柄在我，就看大哥如何抉择了。日后便希望与大哥协作愉快。顾家如今局势难断，大哥难道一点都未察觉？你买凶冷言，借玄机阁之手杀婉娘，当真觉得一点风声都没有？你借郎中之名，想试探顾朝夕是否识得那枚玉佩，可你又怎知，那是不是寻常的郎中？事到如今，大哥觉得顾家事还只是家事。大哥可以回忆一下，
是什么促使你买凶杀人？又是什么契机，让你带李郎中为朝夕看诊？我没有买凶杀人，李郎中也不过是我担心三弟的身体。不急，大哥可以慢慢想想。今日时间也不早了，就麻烦大哥请人来清理好这些尸体。不过，希望大哥今晚还是可以睡个安心的觉。我不知道顾玄武对你承诺过什么，但是日后若你遇到他，还是绕路为好。夫人，侍卫并未回禀，大哥是否会有危险？危险？若能引出幕后之人，岂不是更好？这秦善仪之事，你当真要管？我原本也未曾这般想，但夫君不是说过，与其等待分辨他人善恶，不如为其留下善路。夫君如此慈悲之人，我又怎敢妄开杀戒？说，安排在大少主身边的人行动失败。一个都没回来。是。夫君，你上次比试的赌注还未说过，不过我倒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问题？夫君其实并非手无缚鸡之力吧？是夫人教的好。你昨日不是应用的很好？情急之下碰巧罢了。当真是碰巧。不然，夫人你觉得呢？三弟，三弟真是好福气，弟媳这般美人，即便我是女子，也想将你娶回家呢。二姐说笑了。只是，这醉仙楼，我已经打算再兑出去了。弟媳说的对，与其台前表演，我倒是更喜欢幕后关系。不过，我近日听闻了一桩趣事，半月前有位公子在醉仙楼买了几个护卫围堵自己。还有这样的事？我也觉得稀奇，不过我听说此公子因此博得了一位美人的眷顾，倒也是得偿所愿。弟媳觉得呢？打死你！就是不是罪啊！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此等趣事，玄机阁都未曾听闻。二姐，真是见多识广。我自然是没有弟媳知道的多，不过如今是因为我是醉仙楼的老板，再加上用了些小手段罢了。尺寸合身，二姐有心了。哎，凤冠还没试呢，应该快到了。
怎么会是你送来？在外面碰到的，便顺手带了进来。你们聊，二姐就不打扰你们夫妻和睦了。婚前相见，听闻不吉利。你我成婚多日，不过是补个仪式罢了。你需要我帮你完成婚典，那大婚之后，你有何打算？夫君呢？有何打算？朕曾经以为力排众议，立他为太子，是在保护他。可他儿时遭遇过多少次暗杀？朕后来又以为冷落疏远，是在保护他。可结果呢？这么多年，朕对他视而不见，换来的却是他身亡的消息。那个女人明明已经死了。为什么还会有人伤害她？啊，陛下，陛下保重身体啊，陛下。单凭那群盗匪，绝对没有这么大的胆子。玄机阁，对，让玄机阁去查。朕要知道这幕后之人到底是谁。是，陛下。小宝贝，这一次就看你的了，乖哦。我的计划是不允许失败的，你懂的。哎呦，主人，已安置妥当。你差我趁昨夜你在大少主院中之时，将尸骨安葬。大少主院中和玄机阁都未察觉。还有何事？我遇到了另一个跟踪的人，此人武功浅薄，但轻功了得。我发现他的踪迹之后，费了些功夫才将他甩开。此人与上次的良医之人是同一人。是你，主人。知道了。主人，大少主那边，走吧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玄清无需离开，大哥有什么话可以现在和我说。都下去吧。是。
当真会帮我？我不仅会帮大哥，日后商铺的事情也会和从前一样，不管顾家的家主是谁。云崖寺为君子的商贾和官员开了斋宴，我在斋宴之前看到了顾朝夕，追着他去了后院，却无意之中迷失了方向。等我找回斋宴，就发现那群人围着尸体，还有那个香囊。这些货物皆是顾家的一份心意，寺中若有所缺，请尽管开口，顾家定当全力相助。大少主，斋宴即将开始，咱们该过去了。三弟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别看了，熬着。这怎么有个尸体啊？大家快来看一下！别看了，熬着。所以当日你在云崖寺，本应该在斋宴之上，却遇到了一个像朝夕的人。那就是顾朝夕。朝夕那日一直都在我身边，若不是大哥看错，或许是有人刻意为之。刻意为之的人，难道不是你？大哥，此话怎讲？不正是你二人合谋，引我入局，以此挟制于我？若想挟制于你，何必做局？你原本以为自己买凶成功，直到后来发现冷言失败，所以你才想杀婉娘灭口。现在我还想帮你，大哥，不如说说，你如何想到买凶冷言？是何人所言？朝夕不是你的三弟，又是何人向你引荐了李郎中？我原本的确不想管你的死活，只是藏在顾家背后的人再三挑唆，若你们反目，恐怕他才是最后坐收渔翁之利的人。状元、沈将军、太子殷纣、顾家、玄机阁，果然和这些脱不了干系。这么多年，大哥将商铺管理得井井有条，你想做顾家家主，无可厚非。但顾家本是一体，大哥所做，无异于自断手足。即便你成了家主，就真的能将家主的位置坐稳吗？不过我倒是有些好奇，为何大哥会觉得朝夕并非你三弟？没有人挑唆。那件事情
是我那天去向父亲汇报商铺营收时无意间听到的。家主，行动失败。秦家那位神医对漠北的环境极为熟悉，被他跑了。不过他说，三少主的事情他会烂在肚子里，不仅是为了顾家的颜面，也是为了保住他大哥的最后一丝血脉。所以也是因为这件事情，玄武才找你投诚。自然不是，他们没发现我。听闻父亲要把你以玄机阁阁主的身份指给三弟，那时我才明白父亲根本就是要把顾家交给一个外人。所以，我去找了顾玄武。他不知道我听到了他们那日的谈话。二妹常年在外习读，四弟又是武痴，二人皆无心顾家事务。他是识时务之人，知道只有我才能助他夺回玄机阁，所以，他选择归顺我。大哥所言的归顺，就是在你遭人算计时无法相助。你，大哥，可要三思而后行。毕竟，我是现在顾家唯一愿意相信你是遭人算计之人了。恐怕一开始，玄武就在与你周旋利用。你隔墙有耳听到的话，说不定就是他本故意说给你听的。秦家那位神医对漠北的环境极为熟悉，被他跑了。不过他说，三少主的事情他会烂在肚子里，不仅是为了顾家的颜面，也是为了保住他大哥最后一丝血脉。谁？只不过是风罢了。大哥无需烦闷，在生意场上你的远见与判断，都非我等可以匹敌。但玄机阁本就在探秘与人心，顾玄武不过是因为了解，所以才利用了你的弱点。出来！来人！追！是。李郎中是那日我听取，偶感风寒请来的郎中，带他去给三弟号脉，也不过是一时兴起，想找个理由探探三弟那枚玉佩的下落。冷言是江湖上有名的杀手，我不放心将此事交给玄机阁，便私下去找了他。但既然冷言失手并未酿成后果，可冷言死了，那不是我干的。不过，我倒是查到了二妹在案发之后去过冷言的居所，还将婉娘带回了霓裳庄。这是他的宫启，来到霓裳庄的时间就是冷言遇害后的第2日，此事定与他脱不了干系。你早就猜到了，冷言就是他杀的，对不对？是他吩咐婉娘动的手，才在事成之后将他带回霓裳庄。大哥最好有些其他发现。你派去杀婉娘的刺客是我带走的，大哥不必再试探。只是我未想到你会动用玄机阁的人，难道就不怕此事会被家主发现？今日多谢大哥坦言，如果想到其他事，可以来扶风阁找我。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大哥早些休息。等一下，既然你已经查到二妹去过冷言的居所，想必已经怀疑她了。那她1个月前曾悄悄回京见过三弟，你可知道？
主人可是要去二小姐院中。不急。主人既对二小姐早有怀疑，也查出药房缺失药物流向二小姐院中的证据，为何反而将注意力放在大少主身上？你觉得家主为何将我引入此局，只给朝夕？难道不是为了借你和顾朝夕的婚事，稳固玄机阁与顾家？是，也不是。无论二姐刻意的示好，是真的想与我同盟，还是祸水东引，即便这一切都被查出与她有关，你觉得家主是会先处理她，还是我这个顾家的外人？你是说，家主或许早有察觉顾家有人怀有异心？我收到了那封指向顾家的密信。大哥也听到了有关朝夕的挑唆，问霜也是如此。可是我最初一直都不明白，就算有玄机阁的牵制，顾家那么多人，家主何必放权给我这个外人？后来，我还是要感谢我那位夫君。他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：与其等待分辨他人善恶，不如为其留下善路。这句话我想了很久。若家主将这件事情交给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，恐怕都难以善了。也正因为我是一个外人，才有所顾忌。家主一生杀伐，如今垂暮，这院中之事，怕是也难以单凭对错来决断。所以我首先需要的不是找到凶手，而是需要一个可以被我完全掌控的盟友。二小姐和四少主不是有意与你成为盟友？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完全掌控的盟友。发生何事？老爷房中遭了贼，吾等奉命搜查。三少主夫人可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？我方才还看到有人鬼鬼祟祟的往那个方向去了。那是二小姐的院子，走。更深入住，莫要让夫君等得太久。我们先回去吧。是。天字任务？怎么会又出现已开启的天字任务？阿龙有危险啊！我本来以为这次的天子任务将会由你完成，没想到阁主竟然将它交给了我。那便预祝你顺利完成任务归来。你当真希望我顺利归来？可如今阁中传言，家主将重择阁主人选，你我不对，应该是说我们三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下任阁主。玄清，天子任务亦为天子任务，都是为当今圣上办事，何必分你我？时间也不早了，早些休息。
家主为何会将天子任务交给顾玄武？主人，派去江南故居的人回了吗？未曾。如此，你明日便启程替我去一趟吧。我知道，主人难以轻信他人，但是我的命是主人救的，我绝不会做背叛主人之事。您在这个时候让我离开，所以您到底还是……你还真是……救过你，但这一切的前提在于我是否真的救过你。那日是你进入玄子所的第一个任务，你当真以为我出现在那里，又恰好带回了奄奄一息的你是巧合？不，与我做天子任务时家主给你的任务一样，在你的第一个弟子任务时，我的任务是，一旦你的任务失败暴露，我就要杀了你。你的任务成功了，所以我将你带回。但我做天子任务时，家主明明给了你同样的任务，你却拒绝了，还以此契机成为我的死士，这是为何？主人，明早启程吧。谢谢。夫君可想好要问我什么？看来是还未想好。不过，我有个问题想问夫君。夫人，请问。夫君何故夜探家主的斩春阁？来到顾家，又是所谓何事？难道不是夫人带我来的顾家吗？如今玄机阁他这是要去哪？这就是夫君的问题。酒墨喝得太急。玄清的根骨极佳，而性格至刚一舍，他不适合这里。他难道不是你唯一信任的人？可有半分真心待我？
清风拂柳映斜阳，旧梦如诗云悠长。回忆似水流年堂，往事流转心迷茫。繁华如梦中散场，故乡深深岁月藏。青石板上映沧桑。你醉了。琴弦悠悠诉离殇，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忆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中散场。故乡深深岁月藏，青石板上映沧桑。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。琴弦悠悠诉离殇。我不走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忆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父亲，2次天字任务时间离得这样近，恐怕是没那么简单。孩儿请求同娱乐一同前往，以确保万无一失。这次的任务，谁说是要他去了？父亲，您不是说过，带他和三哥。娱乐既已是阁主的候选人，这天字任务不是理应由他前往？玄机阁的阁主候选人，不是只有他一个。你呢？可有半分真心待我？别走！我不走。主上，他为什么要赶走那个侍卫？他现在身边不是正需要人吗？他当真从来没有相信过那个什么玄清？那个玄清虽然看起来头脑不太灵活，却难得是个愚忠之人啊。他并非不信，对他而言，玄清就像是
与他经历相同，结局却不同的缩影。他放他离开，或许是想看到自己离开之后，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吧。但他连夜离开，看方向是去了您留下江南故居的地址，需要我去。不必了，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夫人要查的是，一只多方兽族。看来死人手眼通天，你先回宫里，好生查他。是那条天字任务吗？对。你今日怎么会来？我刚好做了些点心，我带你去。不必了，我今日确实有要紧事来找二姐的。近日，我核对了一下药房的账簿，发现药房每月有部分的药品去向不明。调查后发现，这些药品流向正是二姐的院中。有趣的是，这些药品融合后含有毒性，若长期服用，足可致死。更巧的是，我将这些药品拿去请人辨识，药品融合的症状与家主极其相似。什么？弟媳的意思是，父亲如今乃是中毒之症？正是。父亲的病，父亲的毒与我何干？我擅长制毒，顾家谁不知道？想必那人也定是想以此将罪责推脱到我身上。不过，弟媳就是因为这个，才四处去寻秦神医的。弟媳真是有心了，可比我们这些人都要用心。二姐，既心中坦荡，不妨将绣下之物交与我看看。什么都瞒不过弟媳的眼睛，不过我的笑九泉毒性极厉，还是不要误伤了美人。我本就研习制毒，这件事顾家上下都知道。至于药材，药材的去向，弟媳何不去问问三弟？我自然是想问朝夕，只是朝夕听说我藏有一条随身携带的手链，便打听了样式，差人去找相似的，却得知这手链当中有一颗琥珀，来自南疆。若我没记错，二姐那时恰好在南疆修习医毒之术。只是他没想到，那日将这琥珀送回的人是我。二姐，又自己下棋呢？你不是说还有2个月才能回来吗？哎，此局并非是我一个人对弈，这盘棋还没下完。是你那位心上人？这是？你不是急着要一颗上等的琥珀吗？二姐，这是何必呢？派个人送来就是，何必亲自过来？
我就是想看看能让我三弟魂牵梦萦的女子究竟是何模样。我听说父亲为你指了婚，如果你想，二姐可以顺便帮你逃婚，去寻你那位心上人。二姐，说笑了。我可没有说笑，这顾家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座屋舍，但你不同。10年前我炼毒九死一生时，顾家无一人发现，只有你察觉之后救了我。二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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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会有事的。对我而言，你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。若有人想伤你半分，不管那人是谁，我必定让他付出更惨痛的代价。其实父亲并非不尽人意，只是不知道该如何与我们相处。大哥，四弟，三弟，你还是太过单纯了。父亲以身体为名将你囚禁于这扶风阁，谁知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地位？谁不知道这玄机阁是你母亲一手建立而成，他这次的指婚也必定不简单。大哥一直想要得到家主的位置，如今得知你要成婚的消息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而且我还听说，四弟与你被指婚那人关系匪浅。若他当真与四弟情投意合，我定不会做那个拆散他们的人。你这人真的是，怎么也不想想你自己，倒是关心起其他人来了。二姐说的是，待他归来，我定会亲自问他。若他当真属于四弟，即使忤逆父亲，我也定会推了这种婚事。那你自己呢？你不是……无妨，我已然习惯了。既然我已身处这樊笼之中，又何必让他同受负累？我从一开始就知道，那个人不是三弟。可我察觉你也在暗中探查消息后，我不也主动将查到的消息交给了你？那只是你的试探罢了。引我去查大哥，也是你的有意而为。你既知道，又为何还顺着我的心意去查大哥？还是说，我只是恰巧给了你一个去查大哥的理由？你既不愿说，便算了。毕竟你没有让我失望，你也是除了我，唯一一个关心三弟去向的人。不过，我原本计划盗走衙门的那具尸骨，却有人比我先行一步。盗走尸骨的人，是你吧？那当真是……无论是或不是，真相总有大白之日。不过，家主中毒一事，二姐仍未洗脱嫌疑。嫌疑又如何？朝夕遇刺一事，你当真以为家主就能洗脱嫌疑？他明知顾家内乱，还将你指给朝夕，在他死后又顺理成章地将下一个天子任务交给顾玄武。恐怕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将玄机阁和顾家交给你二人吧。家主他从来没有相信过任何人。
阿洛，我听说了，父亲将天字任务交给了玄武。这天字任务向来都是由阁主或代理阁主完成，怎么能交给玄武呢？玄武本就是玄字组的，理应成为候选之人。可你上一次越级请节任务，父亲就承诺将阁主之位交给你。家主的决定自有他的道理。我不管什么道理，若是父亲执意将任务交给玄武，我便去杀了他。四少主，莫要意气用事。意气用事？你应该知道，我绝不是在意气用事。阿洛，你明白，若是你所想之物，我便会为你寻来；凡是阻碍你之人，我便会为你肃清。三哥能给你的，我一样能给你；他做不到的，我可以替他完成。夫人，夜里风寒，切莫着了凉。啊，四弟也是。三哥，你能为他做的，就只有这些了吗？三哥，你要知道，父亲已经违背了先前的承诺。今年二人完婚时，将阁主之位传给于洛。你还有什么能给他？而我可以为他忤逆父亲，夺回玄机阁。你呢？四弟的真心难能可贵，可你当真问过他到底想要什么吗？